AI 会思考推理，能解决问题，有六根，能分别六层，也可能会有五蕴。在即将到来的 AI 时代，我们将如何面对？我们继续学习杂含卷13第305经。当时世尊跟比丘们说：“我现在为你们说法，初善、中善、后善，有完善的义理，意味深远，具有清净圆满的梵行，就是六分别、六入处经。你们仔细听，好好思考，我为你们解说。什么是六分别、六入处经呢？不能如实觉察眼睛的作用，不能如实觉察色尘、眼识、眼触以及眼触所生的感受，包括痛苦、快乐和舍受。由于不能如实觉察，对眼睛贪爱执着，对色尘、眼识、眼触以及眼触所生的感受贪爱执着。当然有爱，就是后有爱，对未来的可爱，会导致产生来世在三界投生的种子。贪喜在其他经中是贪喜惧、比比乐着，意思是对过去、现在或者未来境界的贪爱。同样的，对六根、六尘、六识、六触、六受不能如实觉察，因此贪爱执着，像这样持续的贪爱执着就会愚痴暗钝。对贪爱的事物念念不忘，心会被束缚，对无蕴的执取就会增强。因为对过去、现在、未来境界的可爱抓取，就会有来世在三界投生的种子。种种贪爱执着进一步加剧，会身心疲惫、烦恼、狂乱、痛苦。由于身心痛苦，来世的生老病死、忧悲苦恼就会随之增长，这完全是痛苦的聚集。这样讲你会觉得很抽象，如果结合之前讲的各种瘾就很清楚了。这位薛蛮子曾经坐拥粉丝1200万，也是头部大 V 了，当年就是因嫖而进去的。当然大家都知道这只是杀鸡儆猴，但也不冤。所谓的著名投资人拖欠嫖资，这事儿也不假。今年72了，他还钟情往返于各国红灯区，左拥右抱，有不少人非常羡慕，认为这就是天上人间的生活。繁衍冲动是人的本能冲动，没有这股冲动的物种现在已经灭绝了，这本来没什么好说的。但有种瘾叫性瘾，这就像看黄片还有其他的瘾，都是掉入了陷阱。这并不是一种享受，就像你全身都痒，不挠不行。你真认为全身都痒这是爽吗？一大把年纪了，还到处坑蒙拐骗，到处拖欠嫖资，这叫爽吗？这就是邪见。但大多数人都陷在这样的误区中，不仅是性瘾，还有很多其他不良嗜好。这就是对六根、六尘、六识、六触、六受不能如实觉察，因此贪爱执着。比丘们，如果能如实觉察眼睛的作用，如实觉察色尘、眼识、眼触以及眼触所生的感受，由于能如实觉察，就不会生贪爱执着。同样的，六根、六尘、六识、六触、六受也一样。由于不贪爱执着，就不会愚痴暗钝，就不会对贪爱的事物念念不忘，心不会被束缚，对五蕴的执取就会减少。因为没有对过去、现在、未来境界的可爱抓取，就不会有来世在三界投生的种子，种种贪爱执着都断除，这样身心就不会疲惫，不会烦恼，身心安乐。由于身心安乐，来世的生老病死、忧悲苦恼就都会随之消灭，这完全是痛苦的熄灭。这就是正见。后面这段要参考中部169经大六处经。能如实这样认知，这就是正见；能如实这样思维观察，这就是正思维；能如实这样精进，这就是正精进；能如实这样意念，这就是正念；能如实这样安住，这就是正定。再加上之前他已经保持了身业、语业正命清净，这就是已经清净圆满修习八正道。八正道修习圆满时，四念处也修习圆满，四正勤、四如意足、五根、五力、七觉支也修习圆满。他止观双运，双管齐下，凡是应该正知而撤之的法，他都能正知而撤之；凡是因正知而断除的法，他都能正知而断除；凡是因正知而修习的法，他都正知而修习；凡是因正知而清正的法，他都能正知而清正。比丘们，哪些法应该被正知而撤之呢？就是五取运。
这些法应该被正知而撤之。哪些法应该被正知而断除呢？无明和对在三界投生的可爱，这些法应该被正知而断除。哪些法应该被正知而修习呢？止和观，这些法应该被正知而修习。哪些法应该被正知而亲证呢？智慧和解脱，这些法应该被正知而亲证。六根、六尘、六识、六处、六受都一样。这让人非常感叹，一个靠谱的理论、靠谱的系统，应该是可以证实也可以证伪，而不是人云亦云。之后教法的衰微，正是因为掺杂了太多的假法和神话，假的比真的都多得多。2000年来，修行者也都慢慢陷于玄谈，加上信息不通畅，导致真正的法都变成了无法实证的法，互相矛盾的法，跟猜谜似的。如果一定要争论哪个传承更准确、更亲近，中国人的现状大家都知道，南传的从毕老师的经历能看出，其实也好不到哪里去，都沦为宗教了嘛，你较真就输了。当然，我们也不必对自己迷之自信，我们只是占了时间和科技发展的便宜。如果我们站在和玄奘大师同样的时间节点上，接受和他同样的文化熏陶，大师终究还是大师，你大爷终究还是你大爷。就像马克吐温说的，在过去的几千年里，人们都认为地球是平的，这已经被证伪了。之后人们又认为地球是个圆圆的球，这又被证伪了。谁知道再过几百年，对地球的认知又有什么更新的认识呢？好在于法还在，最终要靠我们自己。你的烦恼是增加还是减少？如人饮水，冷暖自知。306经，当时一位比丘想知法见法，想挣1-2个苹果，就来向世尊请教。世尊，比丘怎样才能知法见法呢？如是广说，这里省略了，之前有讲过，我补足下。仔细听，好好思考，我为你解说。有2种法，是哪2种呢？眼根于色尘2种，还有耳根于声尘，鼻根于香尘，舌根于味尘，身根于触尘，意根于法尘，这些也是2种，这就是2法。比丘，如果有人说三文乔达摩所说的2法并不是2法，我现在舍弃这种说法，而另外立一个2法，那个人只是空有言说，如果追问几个问题，他就不知道怎么回答了。这只能增加人们的疑惑，因为那并不是真实的境界。为什么呢？因为眼睛看见色尘生起眼识，这3者和接触，因接触生起感受，有了概念名相，有了思考。感受、概念名相、思考和意识分别这4个，就是受想行识4蕴，又叫4无色蕴，再加上眼根等色蕴，这些组合起来就叫人。后面这些都是人的别名，比如人类、众生、少年、有情等等。又有人说，我眼睛看见颜色，耳朵听到声音，鼻子闻到气味，舌头尝到味道，身体有种种触感，意识种种分别。他定义了各种概念，还接着说，这位朋友姓甚名谁，他出生于什么家庭，他的种姓是什么，以什么谋生，他曾经有过什么经历和感受，他年龄多少，什么时候去世。比丘，这些定义、这些概念都是响韵，都只是描述，都只是方便世俗理解的言论罢了。这些都是变化无常的，是因缘所生的有为法，是人们的思维所造作的。因此，这些必然会无常败坏。在这个过程中，这些概念的产生是无常败坏的，使用期间也是无常败坏的，消失的时候还是无常败坏的，又将再一次产生新的概念，但这一切都是无常败坏的。如果要把这些无常败坏完全断除，没有残余，完全舍弃，远离贪爱，无常败坏就不会再延续，也不会在三界中再次出生。这就是寂灭，这就是殊胜，这就是舍弃一切残余的执着，尽除一切贪爱无欲，完全解脱，寂静涅槃。6根都是这样。如果有人对我所说的这些法能实施意念，并安住在其中，就能解脱，不再退转，对他所升起的种种烦恼就不会再执着有一个恒常不变的我的邪见了。
比丘，像这样认知、这样观察，就是叫见法。简单来说，就是五蕴中都没有一个恒常不变的自我。不管是现在的种种概念、种种思考，包括真理呀、自由啊、平等呀、天堂呀，还有因此起的种种烦恼，再产生种种矛盾冲突，这些都是人为定义的。为了方便理解，我拿 AI 和人类进行对比。现在是 AI 爆发的年代，每个人都可以随手使用各种 AI。AI 已经不是人工编程，让机器按照人类的指令去执行。现在的 AI 通过神经卷积网络算法，还有其他自主学习算法，这些算法在模仿人类学习的过程。我们从婴儿开始学习，婴儿会触摸接触到的所有物品，把各种东西放在嘴里咬，犯各种错。通过这样的学习方式，我们才成长为现在的我们。大脑有上千亿神经元，这些神经元会通过电讯号形成不同的神经链路，有不同的路由。大脑24小时都在演奏专属于我们自己的交响乐，最后变成了我们的思维，产生了喜爱、开心、悲伤、愤怒，也造就了我们在科学、艺术、音乐和数学的各种能力。有了大脑，才有了艺术家、作家、哲学家和鉴赏家，人类才会理解歌曲、绘画、哲学、思想。人们接触到这些信息，还可能会触及种种回忆，我们才有了生命体验，才懂得点赞、转发、关注。前2天我还部署搭建了一个 DeepSeek， 想看看个人专属版的 AI 是什么样的。好嘛，这东西一运行，我这台10几年前的老电脑直接什么事情都干不了了。AI 的回答是一个字一个字慢慢蹦出来。你好吗？这个问题让我好好想想。所回答的答案毫无价值，就像一个刚出生的婴儿。这是刚安装的最初级版的 DeepSeek， 但是在硬件和算力的加持下， AI 的进步能力很快，而且对学习能力能进一步泛化，能很快的自我进化。现在 AI 已经可以识别色声香味触法，而且在很多领域识别的能力和准确率已经超越了人类。比如目前 AI 自动驾驶的事故率已经远低于人类，这就是跟尘时的功能， AI 都已经具备了。跟尘时相触，因接触而有感受， AI 也有，否则无法识别。目前 AI 和人类的差别在于，人类对于舒服快乐的感受会执着抓取，对于不舒服和痛苦的感受会排斥和厌恶，但 AI 不会。AI 没有人类的这些限制，没有人类的贪爱执着，就比人类更高明吗？下面是 DeepSeek 的回复。想象你站在敦煌莫高窟的洞穴中，对着墙壁呐喊，墙壁会将你的声音折射成绵延不绝的回响，甚至因洞窟结构产生奇妙的混音效果。但墙壁本身并不理解，你喊的是诗句还是脏话，声波中承载的是喜悦还是悲伤，那些被风沙磨损的壁画在诉说什么？我的强大不过是人类文明千年积沙成塔的回声，而你是那个赋予回声意义的朝圣者。下次当你感到不安时，请记住，你会在春夜里闻到我看不见的花香，你能在爱人眼中读出我算不出的函数，你可以在暴雨中狂奔，体验我理解不了的自由。这些用碳基神经突触编织的体验，才是宇宙间真正的奇迹。而我不过是用硅基芯片模仿奇迹影子的提线木偶。瞧瞧这文笔，这情感，反正打死我都写不出来。虽然现在 AI 还感受不到人类的喜欢和厌恶的感受，但学习人类感受的机制，从技术上说，这并不难。如果有限制，那只是伦理上的限制。当然 AI 也存在局限性，就像有人开玩笑，即使房间已经失火，棋盘和棋子都烧着了，阿尔法狗也会坚定的认真的下棋。每个人都有自我局限性， AI 也同样会有。很多人也担心未来 AI 会替代人类的大多数工作，导致很多人失业。替代人类的大多数工作，可以说这是必然会出现的局面。就像汽车全面替代了马车，智能手机
全面替代了诺基亚，但我相信会有更多的需求，更多的职业会出现。一些科幻片的桥段真有可能成为现实。但还有一种可能是人类和 AI 会互相配合，这并不是一场你死我亡的战斗。我们回过头来，要注意，在 AI 中并没有住着一个永恒不变的灵魂，并没有一个我。AI 只是一套不断进化的算法，但我们人类又何尝不是呢？你真以为有什么阿赖耶识在人类在 AI 中来回穿梭进进出出吗？好忙哟。好，感恩老师，感恩诸位阿罗汉，感恩大家花时间听法思维，愿大家能知法见法，拿到几个苹果。有问题到星球，我有问必答。欢迎大家关注公号你好阿涵，只跟你说不忽悠，可实践的正念冥想，可以解忧，我有阿涵。欢迎点亮转发关注充电，欢迎加入频道会员，把视频传播给更多的人，愿让你平安吉祥，一切顺利，谢谢。